李军说这里需要切薄坎，如果不切薄坎的话，可能特别容易垮下去。但是如果切薄坎的话，这个经费有限。奶奶经常都在担心他这里，他说他之前支持了那么多地，这个是施工方答应他给这里帮他硬化的，然后现在跟奶奶说，他经常都在问李俊，说这里会不会给他做硬化，一直都在担心不给他做。因为奶奶她对这个路的支持很大，我们也是尽量给她写上嘛。其实它这个坝子很窄，没有多少，就硬化到这个位置，它能够体验那车就可以了。对，如果是那边的话，挖机过不去。奶奶来了，跟他说一下，这几天他说他担心的觉都睡不着。因为上次施工方老板娘答应过他，把他这里给他硬化了，因为他支持很大。现在已经3个了。你在不在？咱干了什么嘞？他的冰要把它吹出来，把它吹出来。吹出来之后，这边还要拿水把它吹了打哈。好，这个大概有点刮点的。我是改阳面打出来哈，我要求我说我加那你到改阳也要打热，不要哈，我讲哈，大个把它打叫平面儿。打叫平面儿也行嘛哈。我喊他把它打平面儿，打脆了。奶奶她是想把它这个坝子全部整体的打出来，但是它这个挖机过不去，没办法，只能是挖机停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挖斗能到的地方就给它硬化，如果挖斗到不了的地方也没有办法。因为奶奶她也想她的儿子到时候开车到这里来方便一些，停车也比较方便。村支书也是特别的支持，不管奶奶他们要求怎么样，都会满足他，因为奶奶对于我们来说是帮助最大的，支持村里面也是支持最大的，所以奶奶的一点小要求是可以满足的。好人有好报嘛，是不是？到时候把它这里一起给硬化出来了之后，它这个地方就特别宽敞了。不管是儿子女儿来这里都特别方便，停车也方便。管他们的，你得如果平再给人看平，就宽了噻。像我们那个都要给人看，我停了，不要给人看。他们要来得整，在这儿在宝坎区的这个位置，那儿就跟排水的在外面在这里去那边，在水这里倒的这个位置的，这个地是占了也是方便管，方便倒掉，以后搞哪样子也方便。你看，现在的这新干那地啊，车基本上也好。挖机可能只能到达这个地方，然后站在这里。挖斗去到摩托车的位置应该是没问题啊。给它气保它保护起来，把这里硬化就可以了。然后那个位置也要把它气保护起来，不让水冲到屋里面去。就是只要个水热，大家要不然水去用，要不然上街去丢嘛哈。奶奶家的水管它是留在外面的，到时候我们把我们好一点的水管给它拿来埋一根在地上。或者是买一根大的管子，到时候直接往里面穿过去啊，不然到时候坏了，水管往马路上面走也不行，因为每次在过车，到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水管拿来送给别人他们理解。哎呀，我那里去人家我们买的，我们弄不来管子，把弄个管子一边水管架。
不爬。我们有观众，我们那样到时候送你们去，等他没过来，这2米7就可以了啊。管子没有噻。不挖不有你们没。啊。奶奶家的水管她也比较担心，所以说我们到时候把我们家的水管拿来预埋一节在这里，然后打水泥的时候就直接打在里面，就不用往这马路上穿了，每次车辆过去过来就会压坏。所以说奶奶他们这里的保坎，待会儿挖掘机就会来把这里挖起来，从这个位置一直砌到那下面，这个位置应该也得砌个3米高的距离。然后这边的话。因为这边的话，本来是打算不砌保坎的，这户人家的话，他说他们以后要来修房子，所以说必须要求施工方给他砌保坎。说这里也要得砌保坎，砌下来，这里砌完以后还得砌上面，这上面本来就是不需要砌保坎的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经常找我们麻烦那位叔叔家的，这里上面是他们的烂房子，然后他那天找施工方麻烦，让施工方赔他钱，他说。施工方在这里修路，把他家的那个破瓦房给清洗了。那个房子都已经塌了几年了，现在还在说是施工方给他搞坏的，真的是不可理喻。然后他说，房子就不要他赔了，但是这里一定要给他砌一个保坎，给他保护起来。这里这块地其实是上面放牛那位叔叔的，跟他没有关系，所以说。施工方为了是避免这些麻烦嘛，也是答应了他，把这里给他砌一个保坎，给他保护起来。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房子是施工方给他搞塌的吗？他说是施工方给他搞塌的，在找施工方麻烦。所以说，他们总是会提一些无理的要求，去说别人给他什么房子搞坏啦，给他的砖又偷拿啦，就是这些。其他的村民都知道他们是什么性格，所以说大家都是见怪不怪的。其实那些支持我们的村民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我们都知道，就像奶奶一样，她提的要求我们都会答应。对，本来奶奶家那里是不在他们硬化范围之内的，但是由于奶奶她支持的人比较多，所以说我们也是一直在跟施工方协商，能不能给奶奶家那里给她硬化一下，反正那里也没有多大的地嘛，所以说施工方也是很爽快的答应了，就给他们硬化下来。只要这里不阻拦修路的话，施工方都是能尽量答应他们的一些诉求，是吧？对，像那些不支持的村民，他们要求了，施工方都要考虑一下。那当然了，不管是做什么都是相互的，你为难别人就是为难自己，你为难了别人，别人肯定就不会帮你啊，是吧？对。现在施工方又多了一笔预算的保坎。这里原本是打算砌的，然后这边没有打算砌，现在两边都要砌，所以预算又高了一点。还有房子下面的那一块，就相当于3笔保坎了。